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图。相信很多人在玩《三国志11》的时候，看到自己喜爱的武将因病逝世，或是不幸遭到处决，心里多少都会有着莫名的感伤。于是今天这部影片，阿图就要带大家盘点《三国志11》中最令人惋惜的武将 Top 20。事先说明，本次盘点没有任何排名顺序，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。第一位要介绍的武将是孙登，享年33岁。孙登生前十分爱惜人才，不但乐于听取他人的建议，也相当体恤百姓，尊重师长，并且广泛结交贤能之士。即使面对父亲孙权，他也敢于直言劝谏。临终之前，孙登还特别上书孙权，提出多想安定国家、不强动物的建议，同时推荐了多位优秀臣子，可见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，仍然挂念着动物的未来。至于孙登是否具备领兵打仗的能力，历史上并没有太多表现。不过在游戏中，他拥有79的智力、80的政治以及87的魅力。我认为这样的能力设定相当贴切，尤其是高魅力搭配特技人阵，让他非常适合稳定军心、招揽降将，也充分展现出他仁厚爱民、善于笼络人心的一面。可以说，他是孙权之后最理想的继任者之一。若是再给他15年的时间，或许后来的2宫之争也就不会发生了。第二位要介绍的武将是曹冲，享年仅13岁。曹冲生性温厚，通情达理，最广为人知的事迹莫过于利用符力原理，在没有大型磅秤的情况下，成功测出大象的重量。因此在《三国志11》中，他拥有85的智力以及79的政治。除此之外，曹冲还曾为了拯救一名犯错的官吏，故意用刀刺破自己的衣服，让曹操明白衣物都可能被意外损坏，更何况是遭到老鼠咬破的马鞍。最后成功让那名官吏免于一死，这也展现了曹冲善良仁厚、懂得体恤他人的一面。因此游戏给予他83的魅力，也算是相当贴切。第三位要介绍的武将是张任，享年大约44到50岁。相传张任年轻时就很有胆略，也十分重视气节。后来他在雁桥之战中兵败被俘，刘备原本想要招降他，但张任却厉声表示自己身为老臣，绝不会再侍奉第2个主人。最后张任因此被杀，就连刘备也对他的忠贞与勇气感到相当惋惜。而在《三国志11》中，张任拥有88的统帅、84的武力以及78的智力，礼兵与弩兵士性都是 A 式，再搭配特技工匠，让他不但术数高，也有不错的生存能力，可以说是一位又痛又坦的优秀良将。第四位要介绍的武将是霍峻，享年40岁。霍峻最著名的事迹莫过于仅凭数百名士兵，成功抵挡刘璋麾下万余大军。面对悬殊的兵力差距，他依然能够冷静判断战局，并抓准时机主动出击，最终大破敌军，斩杀敌方主将项纯。可惜这场战役仅过3年，霍峻便在担任梓潼太守期间病逝。所以我认为霍峻在游戏中的特技布局非常贴切，当部队兵力不多时受到攻击，有58%的几率可以完全挡下伤害，正好呼应他当年以数百人抵挡万余大军的事迹。不过在能力值方面，我认为他的统帅只有80，实在有点低，最少应该也要有90。第五位要介绍的武将是法正，享年44岁。法正常常被拿来与曹魏的陈馀、郭嘉相比，因为3人都十分擅长奇谋策划，不过他们也各自有明显的性格缺陷。法正最著名的事迹莫过于辅佐刘备夺取汉中。自从得到法正之后，刘备便对他十分倚重，几乎将他视为身边最重要的谋臣之一。只可惜在关羽败走麦城、兵败身亡的同一年，法正也因病去世。法正在游戏中的能力值与特技设定都相当符合他的历史形象，虽然戴服这个特技实用性稍微差了一些，不过整体来说还算可以接受。第6位要介绍的武将是陈登，享年38岁。陈登早年以孝廉入仕，加上陈氏本就是徐州大族，因此无论陶谦、刘备、吕布还是曹操，都相当倚重他来安定徐州民心。吕布死后，陈登更被升任为伏波将军，声望也达到巅峰。在担任广陵太守期间，陈登不止招揽了大量文官，还成功招降万余名海盗。此后，他多次与孙策发生军事冲突，不但暗中联络严白虎余党牵制孙策，甚至还曾大败孙策军。可以说，孙策之死或多或少也与陈登有些关系。不过，陈登最后的死法就有些令人哭笑不得了。据说他因为经常食用生鱼，导致体内出现大量寄生虫，最终因此病逝。至于游戏中的兵种事情以及特技轨迹，我认为都算合理。不过能力值方面，我觉得还有调整的空间，统帅应该提升到86，武力值可以给到75，至于魅力应该至少要有90，那更符合他深受徐州百姓信任，又能招揽人才、收服众人的历史定位。第7位与第8位要介绍的武将分别是田丰与沮授，两人的死亡年龄未知，但这2人都是袁绍麾下最重要的谋臣，而他们最大的共同点就是都曾主张迎奉天子，并反对袁绍直接渡过黄河与曹操决战。他们更建议采取游击战与侧翼迂回的方式，慢慢消耗曹操的兵力。只可惜这些建议最终都没有被袁绍采纳，也让袁绍错失了改变官渡之战结果的机会。田丰与沮授在游戏中都没有特技，毕竟2人主要都是负责出谋划策的谋臣，本身并没有太多水军征战的机会。第9位要介绍的武将是高顺，高顺为人清白威严，不迎
久，也不接受他人馈赠。他所统帅的部队军纪严明，装备精良，作战时更是勇猛异常，每次都能迅速攻破敌阵，因此被称为宪阵营。也难怪高顺在游戏中拥有骑兵 S 与兵器 S 的优秀士性，再搭配特技工程，能够对城池、港口与关隘发动战法暴击，充分展现出宪阵营攻无不克的特色。若是曹操当年愿意收降并重用高顺，或许也能更快攻下中原的其他城池。第10位要介绍的武将是马超，享年46岁。马超骁勇异常，曾经大败曹操，就连曹操麾下的杨阜都称赞他有如韩信、英布一般勇猛。此外，马超在羌人与敌人之间也有极高的威望。后来刘备秘密派遣李晖招揽马超，马超答应归降后，也协助刘备包围成都。只可惜马超最辉煌的事迹几乎都停留在归降刘备之前。加入蜀汉之后，他再也没有立下特别突出的战功。后来刘备为了替关羽报仇，出兵东吴，马超也在不久之后病逝，实在令人惋惜。而在游戏中，马超拥有骑兵 S 的士性，再搭配特技骑神，具备《三国志11》中最高的单体输出能力。详细内容可以去看我之前拍过的你绝对不知道的《三国志11秘密》。五虎上将排名可能跟你想的不一样。第11位要介绍的武将是夏侯尚，死亡年龄不详，但推测应该不超过45岁。夏侯尚年少时便与曹丕交好，后来也曾以参军身份跟随曹彰出兵平定乌桓。之后他又与降将孟达联手击败刘封，并在围攻江陵期间与曹真共同作战，利用火攻夜袭大败诸葛瑾。只可惜夏侯尚后来因失去爱妾而长期郁郁寡欢，再加上多年军务繁重，身体逐渐衰弱，最终在久病之下去世。而在《三国志11》中，夏侯尚并没有任何特技，我认为其实可以给予看破、火攻，甚至辅佐之类的特技。能力值方面，政治至少应该提升到70，魅力可以给到80，智力则调整到77左右，会更符合他长期参与军事行动，也深受曹丕信任的历史形象。第12位要介绍的武将是马良，享年36岁。俗话说马氏五常，白眉最亮，意思是马氏五兄弟之中，以马良的能力最为出色。不过说真的，马良在历史上的事迹并不算特别突出，大多时候不是负责传递书信，就是担任使者。尽管如此，他能够与诸葛亮以兄弟相称，也足以看出马良在处理政务与人际关系方面应该有相当不错的能力。因此在《三国志11》中，马良拥有90的政治与86的魅力。至于特技能力，能够提升兵器的生产数量，也很符合他擅长内政与办事的形象。第13位要介绍的武将是庞统，享年36岁。在《三国演义》中，庞统献上连环计，令人印象非常深刻。不过在正史当中，其实并没有庞统献连环计的记载。尽管如此，庞统的能力依然不容小觑。当刘备准备进取益州时，他能够迅速提出上、中、下3种策略。只可惜庞统后来在率军攻城时，不幸被刘实射中身亡。或许也正因为他在战场上的表现并不算突出，导致他在《三国志11》中除了智力与政治之外，其余能力值都被变相压低。第14位要介绍的武将是太史慈，享年40岁。相传太史慈身有美须髯，而且臂力过人，剑术精准，几乎能够做到闲不虚发，就连曹操都曾想要招揽他。只可惜这样一位文武兼备的英雄，竟然在赤壁之战前便因病去世。然而在《三国志11》中，太史慈的弩兵士性竟然只有 C， 实在很难让人接受。第15位要介绍的武将是傅倩，享年推测大约40多岁。在曹魏发动灭蜀之战时，傅倩临危受命镇守阳安关，只可惜蜀将蒋术临阵投降，并引导魏将胡烈袭击关口，最终傅倩在力战之下壮烈阵亡。第16位要介绍的武将是陆抗，享年48岁，可以说是东吴最后的王牌守门员。陆抗一生最辉煌的战绩莫过于西陵之战，当时叛将部柴县城投降西晋，陆抗却能在兵力居于劣势的情况下以少胜多。只可惜这场大胜不到2年，陆抗便因病去世。陈寿成评价陆抗真亮愁肝，鲜有副风，因此光荣在游戏中给予他的能力值也仅略逊于父亲陆逊。第17位要介绍的武将是郭嘉，享年37岁。郭嘉虽然体弱多病，平时的行为也不太拘泥于礼法，但他看人的眼光却极其精准。无论是刘表、刘备、孙策，还是袁绍、袁谭与袁尚，他都曾准确判断过这些人的性格。郭嘉不只善于看人，面对局势时也能迅速做出判断，像是水淹下邳、远征辽东，以及最著名的10胜10败之说，都展现出他出色的谋略。曹操甚至曾称赞，只有郭奉孝能明白我的心思。只可惜郭嘉在跟随曹操远征乌桓的途中病逝，曹操原本还打算将后事托付给他，没想到郭嘉却英年早逝，令曹操悲痛不已。天爷，何度我奉孝啊！
郭嘉在《三国志11》中的能力值设定的相当合理，特技鬼谋能让他比其他武将多一个施展计策，也象征他总是能比别人看得更远、更早一步掌握局势。第18位要介绍的武将是甘宁，推测在50岁以前去世，早年曾率领一群水贼四处抢夺船只与财物。由于他身佩铃铛，衣着华丽，因此被人称为锦帆贼。直到20多岁以后，甘宁才开始发奋读书，逐渐成为一名文武兼备的将领。当时关羽率领大军准备渡河进攻，甘宁主动向鲁肃请命，只要求征兵500，便自信地表示，关羽只要听见自己的名字，就不敢贸然渡河。关羽得知后，果然取消渡河，只能在岸边驻军，足以看出甘宁的威名有多么惊人。另一场著名战役则是白旗劫营，当时曹操号称拥有40万大军，甘宁却只率领100名骑兵夜袭曹营，最后全身而退，甚至没有折损一人，也留下了孟德有张辽，乌有甘兴霸的美名。只可惜甘宁在不久之后便去世，虽然确切死因并不清楚，但我猜测他多年征战，身上可能早已累积不少伤势，最终因此英年早逝。第19位要介绍的武将是孙策，得年25岁。孙策可以说是汉末三国时期白手起家最经典的代表之一，只用了短短3-4年的时间便平定吴越与江东一带。孙策也十分懂得礼贤下士，曾亲自拜访名士，招揽张昭、张宏、吕范、于帆等人才，为日后孙吴政权的发展奠定良好基础。只可惜孙策在25岁那年遭到刺客重伤，最终不治身亡。但他在短短一生中所完成的成就，却是许多人一辈子都做不到的。而孙策在《三国志11》中的能力设定也相当合理，统帅、武力与魅力都是92，智力也不算太低，再加上身边还有周瑜辅佐，正好能够补足他在谋略方面的不足。第20位要介绍的武将是周瑜，享年36岁。周瑜不但相貌俊美，天资聪颖，还精通音律，20岁左右便跟随孙策渡过长江，先后击败刘繇、严白虎与王朗等江东割据势力，协助孙策平定江东。建安13年，曹操大军兵临江东，周瑜冷静分析曹军的各项弱点，力劝孙权出兵抗曹，最终率军在赤壁以火攻大破曹军。所以在《三国志11》中，周瑜的特技火神非常符合他的历史形象，能让他在施展火攻时造成更高的伤害。周瑜又在南郡之战中击败曹仁与徐晃，成功夺取荆州重镇江陵。只可惜他也在这场战役中被流矢射伤。后来周瑜提出天下二分之计，打算率军西取益州，再联合马超以襄阳作为根据地，逐步对抗曹操。可惜这项宏大的计划还来不及实行，周瑜便在整军入蜀，途经巴丘时病逝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我心目中最令人惋惜的20位武将。我知道三国历史上还有很多同样令人惋惜的人物，不过碍于影片篇幅，我没有办法每一位都介绍到，也欢迎大家在影片下方留言分享自己最喜爱却又英年早逝的武将。另外，这支影片有尝试穿插使用 AI 克隆配音，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得习惯。如果真的不习惯，之后我还是会亲自下去配音。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，我们就下来见喽，拜拜。